高中的时候，班有个高冷女神叫白芷柔，我每次问题目，她总是只用3句话解决，想多说1句都是浪费。后来高中同学聚会，班长笑道，当年白芷柔每次给我讲题，3句话里看了临摹几10次。高中同学聚会，大家都喝了不少，开始回忆当年各种八卦绯闻。班长喝多直接站了起来，你们说的呢，都不算什么。当初白芷柔给临摹讲题目的时候，她3句话看了临摹几10次，她话一出，大家恍然而笑。班长，你有没有搞错？白芷柔怎么可能看临摹啊？白芷柔可是出了名的生人勿近，不光读书的时候，就连现在更是毫无绯闻。上次不是当红男星和白芷柔传绯闻，他立刻就澄清了，说不认识。大家都把班长的话当成了笑话，班长却不服气，你们不信啊？有一次我亲自数过了，整整看了临摹49次。不信你们问临摹。所有人都看向我被一口酒呛得剧烈咳嗽起来，这说出来我都不信。高中那年，学渣的我和高冷女神白芷柔成了同桌。白芷柔高高瘦瘦，皮肤白皙，长得漂亮，穿着校服站在操场都会引人围观。高2的某一天，老师换座位，把我换到了白芷柔身边，让我有问题可以请教白芷柔。白芷柔的话很少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每天就是3点一线，不是看书做试卷，就是在操场跑步。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找她讲话，是因为数学只考了69分。我试探的把试卷挪到白芷柔边上摆，同学，可不可以问下这道题怎么做？白芷柔只是淡淡看了我一眼，把题目在草稿本上解了一遍。整个过程中，她说了3句话，你看这里，方法很重要，明白了吗？我看着白芷柔的草稿本上写的非常仔细，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的说明。我一边看一边重新做题，很快就理解了。那时候班上就很喜欢传八卦绯闻，我以为白芷柔话少是怕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，所以渐渐的习惯。我回过神，班长干脆坐到我身边临摹，你说说看，白芷柔解题的时候是不是看了你很多次？我无奈笑笑，班长，我那个时候在做题，真没注意。班长女朋友过来解围，顺势拉住班长，我有疑问，你一个男生干嘛一直盯着白芷柔看这么久？他的话让大家又笑了起来。聚会结束，我回到家，看见白芷柔的信息，你们散了，你不会刚到吧？我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同学聚会我也和白芷柔说了，但是她最近忙收购开会不停，也没回我信息。结果大家聚会结束，她竟然到了，快回去把结束一会好。这就是白芷柔，毕业当了公司总裁，话还是严谨一改。我不禁感叹，人还是得好好学习，不然只能给同学打工。白芷柔家本就是有名的企业，但她却没有接手公司业务，反而自己开了一家游戏公司，已经在行业内鼎鼎有名了。而我就是她公司的一名员工，平时在公司基本没有交流，就是她助理忙的时候会让我去打杂，比如白总的喝咖啡到，你去送白总开会没带伞，你去送白总聚会喝多了，你去送白总给母亲买了礼物，你去送。一来二去，我和白芷柔的妈妈是见过几次，她人也非常热情，作为豪门夫人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我一个做研发的，除了日常工作，下班了还得帮着白芷柔的助理做事，虽然她也有给不错的加班工资，但我一天下来忙得相亲都没时间。今天看着快下班，白芷柔的助理没有其他安排，我爸又给我来信息，约了相亲对象在你公司几公里外的咖啡厅等你。他老人家什么就好，就是急着抱孙子，生怕我不结婚。源于我高中见到父母吵架离婚，我有说过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话，其实那时候是真这样想，现在也没这打算。我爸就担心，见我一直不谈女朋友，各种给我介绍。离下班还有20分钟，一个外卖小哥抱着花进了公司，哪位是林默先生？我疑惑，你好，我是麻烦您签收一下，这花是穆小姐送的。公司同事开始起哄，林默，没想到你一大男人还有人送花，女朋友长什么样？要不要我们帮你把关？我还没开口，看见白芷柔和徐助理进了会议室，徐助理走出来耽误大家几分钟，公司投资的宣传片出来，一起来会议室看。我进会议室的时候，白芷柔坐在最后一排，她看向前方的屏幕，一张脸明艳动人，肌肤雪白，柔顺的长发随意挽起，侧脸轮廓精致，毫无瑕疵。和高中不同的是，气场更强大。同事们纷纷往前坐，我被挤到了白芷柔旁边。坐下的时候，手不小心蹭到了白芷柔的大腿，我一惊，赶紧收回手，微微侧头，看见白芷柔和徐助理在聊工作，像是没注意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宣传片播放，我以为是什么公司宣传片，结果片名叫《拒绝恋爱脑》。片名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忍住笑10分钟的。宣传片中心思想就是男生进大公司，工作后因恋爱荒废工作，后来女友劈腿，而他也被公司开除，最后在雨中痛苦。白芷柔走后，大家纷纷讨论这个宣传片的意义在哪里，猜测可能是白芷柔之前恋爱脑被伤害过，但又觉得主角以男生为主题的恋爱脑还是挺奇特的。可我作为她同学多年，确实没听说她有男朋友。大学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学校，但我学校离白芷柔的学校只有几站，经常能听到关于她的事。我走到工位上拿了花，同事叫住我，林默，我今天去买东西，正好在你家附近，我带你一起。谢了，不过我今天有事，还得去趟咖啡馆。同事笑道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去约会，不是去相亲，你这么年轻就相亲啊？我笑笑，我爸催得急，赶时间先走了。我等电梯时候碰到白芷柔和徐助理也在等电梯。白芷柔身材高挑，安安静静地站在电梯前，她长长的睫毛低垂，模样很是好看，似乎在想着什么。也不知道谁能这么幸运被白芷柔喜欢。白芷柔像是察觉边上有人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淡淡的扫过我抱着的花，我赶紧打招呼白芷柔。白芷柔微点头，心情像是不太好，我猜可能是因为最近收购的事吧。徐助理看见我抱着花，打趣道，林默，刚听见说你去相亲啊，要不要我把
表妹介绍给你认识，她比你小2岁，学舞蹈，重点是没谈过男朋友。徐助理别打趣我了。说完电梯来了，3人一起上了电梯。徐助理凑了过来，林默，我说真的，我表妹上次在我朋友圈看到了公司团建照片，对你挺感兴趣的，要不我先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，你们聊聊。哎呀，林默，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？你去相亲，哪里有我表妹这么知根知底？我给你看看她的照片。我刚走出电梯，徐助理拉住我来翻相册。白芷柔本来已经走远，忽然回头看了徐助理一眼，声音微冷：徐助理，我的电脑忘记了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好的，白总。徐助理收了手机，拍了拍我，暗示我他先上去一趟。我有些纳闷，白芷柔下班什么时候带过电脑回家？不过他既然放话，徐助理肯定是要上去拿。我看向白芷柔，白总，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，是要去咖啡馆吗？我一愣，是的，不过不是附近这家，需要开车过去几公里这样。我正好想去买杯咖啡，你带我一起吧。白芷柔说完往外走，我看了看电梯，白总不等徐助理了，不用了，电脑是让他拿回去加班的。我和白芷柔出了写字楼，他很自然地走到我的车前，我有些好奇，白总知道这是我的车？白芷柔微震又轻笑：林默，我们好歹也是同学，你不会觉得你在我这里这么没有存在感吧？我解释道，我只是没想到白总日理万机，也会注意我开什么车这种小事。白芷柔没回我，直接上了车，坐在副驾驶拿起手机发信息，我猜估计是给徐助理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，车子快到咖啡厅门口，我停好车，白芷柔慢悠悠来了句：林默，我不光记得你递车。他说完就下车了，进门去点咖啡，留我一头雾水。我进去的时候，老爸介绍的穆小姐穿着紧身的黑色连衣裙，化着浓妆，朝着我招手：林默，我在这里。她也比我想的好，分辨本人比照片还要惹人注目。我坐了过去，点了杯咖啡。你好，我是林默，非常抱歉，其实我目前没有结婚的打算，是我爸安排的，耽误你的时间了。穆小姐直接笑了出来：林默，你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帅，我很满意，不知道你考不考虑和我假结婚，我们互相应付家里人。我一脸震惊，她继续自言自语：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你帮我留一个孩子，孩子生下后你要离婚或者分家，我都没问题。我没忍住打断她：穆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能接受这种方案。穆小姐挑眉，她的脚尖从桌下勾了勾我的小腿，妖娆的笑了笑：那你说你想要什么方案？我都能接受，价格也不是问题。我一口咖啡喷了出来，赶紧拿纸擦了擦，避开了她的腿。穆小姐朝着我笑：林默，你真的好清纯，我喜欢。你考虑考虑，反正男未婚女未嫁，你又没有喜欢的人，我们凑合凑合得了。抱歉，我有喜欢的人。穆小姐皱眉：不会啊，你爸和我说过了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带过女朋友回家，又怎么会有喜欢的人？我知道了，你是骗我。她说完起身朝着坐到我边上，我往里面躲了躲，再抬眼就看见白芷柔冷着脸站在我们桌前。穆小姐被人打扰很是不满：你哪位？白芷柔红唇微勾：林默的暗恋对象。我震惊地看向白芷柔，她在说什么？穆小姐急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你也是林默的相亲对象吧？怎么你要和我抢人啊？我赶紧站起来拦在两人中间。穆小姐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要先走了。白芷柔直接搂住我的手：林默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我浑身僵硬，白芷柔的手软弱无骨，碰过的地方冰冰凉凉，很是舒服。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穆小姐暴跳如雷地站了起来：林默，你真暗恋他。我看向她道歉了，今天的花和咖啡一起钱我微信转给你。白芷柔满意的笑了笑，她拉着我的手出门。上了车，我看着副驾驶的白芷柔，内心紧张，正想怎么开口，白芷柔懒洋洋的说话了：怎么不感谢我吗？你想拒绝又甩不掉，我出现的不是正好？我是不想相亲，不过你为什么说是我？越说越小声，白芷柔看向窗外：我晚上有个宴会，赶时间需要带个人，你陪我去吧。我应了一声，原来他只是随口说，为了赶时间带我去宴会。林默，你挺能喝酒的吧？还行吧。我想起上次部门聚会，我喝趴了整个部门的人，结果一战成名，估计是传到他那里去了。知道他是为了让我陪他去酒局，我莫名松了口气，我还以为他真的发现我暗恋他。白芷柔可能都忘记了高中入学，我骑自行车去报名摔了一跤，是他路过扶着我去了医务室。那时候的他柔柔弱弱，说话甜甜的，可漂亮又可爱。高二后他莫名沉默了很多，也不去玩，满心满眼都是学习。大学后我以为他会谈恋爱，他却在大家都还想着怎么玩的时候，已经去在筹备开公司了。这种闪闪发光又优秀的白芷柔又怎么能注意到我的小心思呢？我深呼吸，打开了白芷柔发来的地址。这场宴会在场的人对白芷柔很是客气，但对我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拼命的给我灌酒，我中途还帮白芷柔挡下几杯。散场的时候，各公司老总都是扶着出去的，我勉强还维持清醒。白芷柔扶着我：林默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迷迷糊糊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凌晨了，这个点回去又得被老爸说了。我拿手机给他发了信息说加班不回了，随即看向白芷柔：我随便在附近开间房吧，太晚就不回去。白芷柔沉默了，她扯了扯唇角，半晌才出声好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幢很大的别墅。白芷柔扶着我进门，到了房间，白芷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：林默，你要不要洗澡？我难受地点了点头，头已经非常晕了，但是不洗澡总觉得浑身不舒服。我冲了个冷水脸，感觉清醒不少。白芷柔递过来洗漱用品，我洗完出去，看见白芷柔穿着睡裙，半靠在窗户边喝着红酒，脸色微红。她虽然纤瘦，但身材确实很好。我看着她有些口干舌燥。这是哪里？我家白芷柔的家。我一愣，早点休息。说完往外走，忽然就想起我不知道自己该睡哪里，回头看向白芷柔。
白芷柔突然笑了出来，林默，你是不是笨啊？她放下红酒，一步步靠近我，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沐浴露的香味，淡淡的她的发丝落在我的胸口，我皱眉有些紧张。白芷柔，等我在。她的声音软软的诱导我听见今天那个女人的话了。林默，要是我不出现，你会答应陪她生孩子吗？不会，为什么？我不喜欢她。白芷柔抬起漂亮的桃花眼，满意的笑了笑。我看着她脸颊红润，像是醉了，但是她在宴会上基本没喝，刚刚应该就喝了一杯红酒，一杯倒满。我把白芷柔打横抱起，放到了床上，刚要给她盖被子，她双手捧着我的脸吻过来，我浑身燥热，试图推开她，用尽最后一丝理智。芷柔，你醒来会后悔的。是。林木这样高高在上的白芷柔又怎么可能会看上我？只怕是她喝多了。我越是挣扎，白芷柔抱得越紧，理智在这一刻瓦解。再次醒来，我看着房间的衣服一片狼藉，白芷柔已经没了影子。我回想起昨晚，不禁头疼害怕，白芷柔会不会是后悔？我急忙穿好衣服，还没走出房门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徐助理的电话。林墨，白总说你今天请假了，休息可以，但是你工作别丢下，等我们拿下这次合作，妥妥地升部门经理了。我试探性问，我知道了，徐助理，白总上班去了吗？上了啊，他比我还早到，不过现在已经飞去外地出差了。白芷柔出差了，那他昨晚不是几乎没睡？这女人身体是铁打的吗？我有些担心，她气色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徐助理笑了，林墨，你干嘛这么关心白总？不是，我只是看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想问一下工作上的事，估计得1周，你有事微信联系吧。好，徐助理说。白芷柔出差1周，她去将近半个月，我担心了半个月，那晚我记不太清楚，如果有发生什么，肯定没做错事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他发信息。今早刚准备下班，在白芷柔的微信页面犹豫了很久，抬头就看见她和徐助理进门了，气色很好，看见我微微打了招呼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下班后我在车里等白芷柔，看见她走出大楼，她拨去电话，白芷柔声音冷冷道，有什么事吗？上次我们没做错事，你没什么不舒服吧？白芷柔的声音更冷了几分，这个你不用操心，我会自己看着办的。那就好，我就是担心你的身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被白芷柔打断。林默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一次意外没什么好在意的，以后正常工作就好。白芷柔说完直接挂，我看她脸色不太好，进了车里，我失落的挂了电话。其实想问她最近是不是很累，担心万一怀孕会影响她的身体，没想到她这么反感。是啊，可能在她看来，我就是一个喝醉酒后的意外吧。我无力的靠在车上，看见对面来了一辆豪车，这车我认识，是上次和白芷柔传绯闻的当红男星顾子浩。顾子浩下车后戴着口罩帽子，抱着花又上了白芷柔的车。我看着车辆发动，莫名的跟了上去。早就听徐助理说过，这个顾子浩对着白芷柔死缠烂打，之前故意传绯闻，白芷柔澄清后还是不死心。最近白芷柔出差，顾子浩还飞到他工作地约他吃饭，我是又急又气。这半个月，我其实偷偷买了票去白芷柔出差的城市，但是看见顾子浩和他一起，就失去了勇气，我一无所有。而顾子浩是当红男星，抛开我的偏见，白芷柔和顾子浩还是挺般配的。我的车辆跟到一半，在半路等红绿灯的时候掉头开了回去。到家后，我爸坐在院子里，见我闷闷不乐，说让我继续出去相亲。我躺在院子中的躺椅上，有气无力，刚失恋没兴趣。我爸赶紧灭了烟，你小子失恋了，对方是女人吗？我皱眉，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性取向不正常。我爸赶紧凑了过来，我开玩笑，女生叫什么多大年龄？我帮你出主意，没用的，她太优秀了。我爸一听我这么说，不爽了，你搞什么？难道我儿子很差吗？我们本地也是有房子的，虽然房子老了一点，但面积够大，而且你明明是学霸的料子，高中故意考60-70分，以为我不知道你哪里听说的？我那闷星号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时候就发现你小子全把题目做完，又开始卡分，精确的算考多少分？大学别人还以为你超常发挥，只有我知道你小子那是真材实料，也不全是高考那天有些不舒服，不然应该还会考得好一点。无所谓，你考哪里爸都能接受，但是你不结婚我接受不了。我一脸疑惑道，为什么您自己都离婚了，非要我结婚？我和你妈这是意外，你不一样。我反问有什么不一样？结婚有什么好处吗？我爸支支吾吾，应是没答出来，半晌来了句，起码可以生个和你一样可爱的小崽子。你都不知道你小时候有多可爱，现在可混了会顶嘴。我随口到，现在很多人情愿单独生孩，死都不结婚了吧？突然听见砰了一声，回头看见我家院子门口的花瓶岛，我起身走过去，看到一个模糊纤瘦的背影拐去了巷子。我爸朝着我喊，林默，谁啊？没看清楚，可能路过吧。得了，你赶紧过来，别想太多，今晚我给你做顿好吃的。晚上洗完澡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打开抽屉，里面都是我大学偷偷给白芷柔令名寄的信，他一封都没看，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。或许我的喜欢对他来说就是打扰，有时候真想喝点酒去表白算了，又怕表白了连同学都没得做。现在这样起码还能每天看到他，帮他把公司越做越好。这种心情只怕有过暗恋对象的兄弟才会懂。我刷着手机，屏幕弹出白芷柔的信息，林木睡了吗？我立刻回复没有。能不能给我买点退烧药？我发烧了。我几乎从床上弹跳起来，来不及思考太多，或许是徐助理没有接电话，他才想起我，赶紧开车去了药店，买了退烧药往白芷柔家的我倒是。白芷柔穿着白色的睡裙，虚弱的来给我开了门，你的脸色很不好，我带你去医院。白芷柔摇头，我不想去。林默，我想喝你煮的粥。我抬眸对上了白芷柔漂亮的眼睛，她因为生病的原因柔柔弱弱的，让人很有保护欲。白芷柔还记得我煮的粥吗？高3的时候，白芷柔瘦的厉害，每天也不怎么吃东西，我就在家里熬了粥带过去，有时故意问问题的时候会给她倒1碗。那时候为了避免别的同学说传八卦，我基本是宿附近的同学都给。我爸那时候都笑我，说我这么勤快，毕业开个早餐店算了。我笑醒，你先吃退烧药，我现在
在去煮。我倒好水看着白芷柔喝了，她很快在沙发上睡了过去，给她盖了毯子后，我去煮粥。煮好后从厨房给她装了一碗，刚走到沙发旁，就看见顾子浩一直在给她发信息。白芷柔，你别生我气了，我错了，我来照顾你好不好？你生病不能没人陪我保证，下次一定不让媒体乱说。白芷柔，我喜欢你这么久，你是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好，值得你念念不忘。我赶紧侧开脸，不是我想看他们两人的信息，是顾子柔的信息连续来得太快，但是我更好奇这个他是谁。白芷柔是一直有喜欢的人吗？我回头看见白芷柔坐了起来，她淡淡的扫了信息一眼，端起粥喝了起来。林默，本来从今天后，我下决心不会再找你了。他的话让我的心抽了一下，但晚上我回来后，总感觉有些不舒服又饿。阿姨做了饭也吃不下，就很想喝你曾经煮过的粥。林默，你明明很聪明的，为什么就是不明白？我甚至怀疑你是故意的。我沉声，白芷柔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白芷柔扬起头，一口喝完了粥，她柔软的长发落在胸前，随即看向我。林默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，喜欢你，我真的累了。我惊讶的睁大眼睛，是什么？白芷柔，他喜欢的人竟然是我。白芷柔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林默，我说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好像总是在拒绝我。我好不容易让老师把你换到我旁边，你做了1个学期就和别人换走了。还有这粥，我以为你是煮给我的，结果所有人都有份。更过分的是，那天晚上你都醉得不行，还是不愿意碰我。半个月不见，打电话来之前，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关系，我会不会怀孕，对吗？白芷柔说着，长长的睫毛扑上，擦了擦眼泪，深吸一口气。我想和你说很久了，可是你高中就说自己是不婚一族，今天下午还和你爸爸说声，小孩也不一定要结婚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大脑彻底失去理智，只看见他红润的唇一张一合，几乎没有思考的吻了过去。白芷柔一愣，惊讶的睁大双眼，半傻。我气喘吁吁的放开了白芷柔，她红着脸蛋躺在沙发上，拿着被子半盖住脸。白芷柔，我那时候就是想和你说话才来问你，问题煮粥也是想给你喝，分给同学和换座位都是怕八卦绯闻会影响到你。高考后我特意选了离你近的学校，大学我给你寄了几10封信都被退回，毕业后也是故意让同学说我失业，好找机会去你开的公司面试。白芷柔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是我胆小怕说了同学都没得做，所以我没开口。白芷柔眼眸湿润的看着我，有些激动的握住了我的手，反握住他。白芷柔，我不是不想结婚，但如果那个人不是你，那我就真不结婚了。我话一落，因一阵欢呼声，礼花在我身边炸开。班长带着女朋友出来了，我一惊，班长你也在这？班长感叹你还不表白，我都要靠着门睡着了。他女朋友也笑了笑，你们2个人真超级酷，双向奔赴。白芷柔捏了捏我的脸，当然是我安排的。林默，我想看看，我话都说到这时候了，你肯不肯承认你喜欢我？班长激动不已，我早说了，我有火眼金睛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结婚要给大红包。我笑了，没问题，结婚那天见证者都有大红包。白芷柔凑了过来，林默，你会不会钱不够？我准备了些嫁妆，到时候你先拿去，不用了我怎么能用你的钱？工作这么久我有存款。白芷柔赶忙摇头，那不行，我们白家的规矩，嫁女儿一定要带嫁妆，如果你介意我就少带点5个亿，怎么样？我被白芷柔的话吓得咳嗽起来。班长震惊，白芷柔赶忙给我递了杯水，试探性问我，林默是5杯少了吗？我宠溺的摇了摇头，把白芷柔抱进了怀里。恍惚间我又回到了高3那年，不同的是，那个我一直追逐的背影此刻站在了我的身边。白芷柔番外，我叫白芷柔，母亲经常说我的世界太干净了，不让我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同学走得太近。从幼儿园到高中，一举一动都在母亲的监视下，她好像已经安排好我的所有，该读的学校，该认识的人，和未来共度一生的男人。我很反感，但让我决定反抗，是因为一个叫林默的男孩。林默高高瘦瘦，很爱运动，成绩一直很不错。听说高1的时候他父母闹离婚，对他影响很大。那之后他成绩一落千丈，进入高2的那个假期，我听见他打球时和别人闲聊，说自己是不婚一族，不婚。我开始觉得很奇怪，但当母亲再次和父亲给我挑选联姻对象，我第一次和他们说了不，并且坚决地拒绝了母亲给我安排的出国计划。那之后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天上学都能看见林默，他总是起得很早，会在学校门口站很久，安安静静地等开门，少年清俊的背影很是落寞。开学后，班主任有意让我帮助班里成绩下滑的同学，我提出了林默，班主任也直言他很可惜，说他父母离婚了，让我在学习方面多帮助他。原来他是因为这个不愿意待在家里。林默和我同桌后，有一次考试只有60多分，这也是他第一次问我问题，我把解答写得非常详细，尽量避开说话，确实是我太紧张了，怕林默看出异样来。好在他只是安静地看着解答计算。太阳落山的余光打在林默身上，少年认真专注的侧脸极为好看，我不禁愣住了。直到靠窗坐的班长啧啧2声，我才回过神。可林默只和我坐了1个学期，同桌就换座位，我以为他是在乎流言蜚语，于是彻底和他断了联系，只是默默地关注他。高考后，林默考得比老师预计的还要好，我也很高兴。他的学校在我不远
远的地方，多少能打听到他的事。我大学碰上不少表白，还有送鲜花、巧克力信件，我一样都没收没看，全部退回了。如果不是林默，其他都无关紧要。毕业前，我听说林默准备去一家游戏公司，我思索后放弃了回家接手，打算先自己开公司磨练几年，许有一天和林默还能在职场相遇，有共同的话题。没想到他却因为面试失败来了我公司，我开心的不得了。那家公司什么眼光，林默的能力我一清二楚，于公于私我都很高兴。我拼命的把公司做大做强，林默帮了我们不少忙。知道有人约他，就让徐助理叫林默下班后给我跑腿。我妈后面知道了林默，我本来以为他会强烈反对，谁知他知道我关注林默这么久，还为他开了公司。我妈只是感叹的说，柔柔，你选择了和妈妈不一样的路，但你比妈妈勇敢。父亲和母亲是联姻我知道，但也是这一天我才知道母亲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。因为林英她放弃了男朋友，选择了接手公司，接受林英。她开始对林默很好奇，我就找借口让林默去帮忙给她送东西，给她高兴坏了，只夸我眼光好，说林默温柔坚定有礼貌，面对豪门也是不卑不亢，不像之前那些贴上去的男人，总说些让人尴尬的冷笑话。我没忍住笑了，林默对钱是真不上心，不然早被人勾走了。因为我们公司的宣传片就是为了林默拍的，之前有个合作公司女总裁是超级富婆，她给林默发信息约她，这位富婆是情场老手，出手阔绰。我也担心过怕林默会动心，还好她没让我失望，毕竟这么多年就算她不想结婚，不代表她不能恋爱。我一忍再忍，就怕戳破，同学都没得等，就在等一个时机，好不容易趁她喝醉，结果关键时候她刹车了，说白芷柔我不能就这样碰她，一句话还没说完就睡过去。我又急又气，直接起床去了公司，出差就是想冷静，结果回来后林默打电话就是想试探我们发生什么，没有怕我会怀孕，真是会被他气死。后面我没忍住追了过去，又听到他说就算生孩子也不一定要结婚，于是落荒而逃。这么多年，那个坚定不结婚的少年好像始终没有变过。我失魂落魄的走出巷子，碰到了高中的班长，他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，白芷柔，你是从林默家出来的吧？我一愣，是的。他笑笑，我就说嘛，你喜欢林默，林默也喜欢你，你们早晚得在一起。我不可置信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林默喜欢我？当然我这眼睛从未出过错，不过你们俩也是真能忍，这么多年了现在才进一步。我看向班长，下定决心要捅破窗户纸。班长帮我一个忙，于是我按照班长说的先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万幸的是林默也喜欢我，原来我也被自己暗恋的人暗恋着，他和我一样为这段未曾说出口的感情默默付出，默默守护。我想被林默爱着，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后来我告诉林默，我想为他做一辈子的恋爱吗？林默严肃而认真地抱着我说，白芷柔，你就是你自己，无法被任何标签定义。全文完。